launch fail。哇，那个 gear ratio。各位朋友们，买新车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改装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行车记录器了。那今年呢，其实麦呢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A510，它里面搭载这个 Sony IMX675的传感器，它可以录制呢1944P 的高清录制，还有 HDR 哦，所以它支持双前后的录制之外，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就是 Night Out Vision 啊，在晚上的时候录制是非常清的。我相信呢，买 Dashcam 呢，很多在下午的时候录到是 OK 的，是不是？可是晚上能不能录制到清楚呢，就是一个问题啦。所以如果你今天买的 A510呢，它这个价钱呢是非常的平民的，它可以录制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车牌。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还有一个 backup file 啦，还有就是车牌的号码的录制到啦，这个就是保护你的人身的安全了的。今年的 A510呢，也全面升级了一个 4G connectivity。如果你今天安装了这个 hardware kit 下去之后，你还可以为这辆车插一个 SIM 卡进去，你的车呢就可以随时 online 着啦。在远程控制你这辆车，看一下你的车有谁碰到你的车啊，或者是你万一你忘记了你的车 park 在哪一个 basement， 你至少可以通过这个A510呢的镜头看到哦，原来我在这根柱子，我就可以去找回我车在哪里嘛，是不是很方便呢？A510呢还搭载这一个 ADAS 的一个系统，那如果今天前面车启动了之后你还没有动的话，还会提醒你 Lane Departure Warning、Front Collision Warning， 它都会跟你说。所以还等什么？各位赶快点击我下面链接，买给你的亲戚朋友，买给你爸爸妈妈的车，妹妹啊、哥哥啊，全部把它放在车里面就对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从行车记录开始，70迈 A510。早上好，各位，我今天身穿一片黄色 Spoon。你看到我驾 Honda 的时候啊，或者是 review Honda， 我尽量能够穿 Spoon 就穿 Spoon， 因为我有一颗本田魂。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在2-3年前，我这个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有试驾过一个 FD2R， 你们有印象吗？那个 view 很不错嘞，上百千。可是很可惜，那个只是一小段的云顶路，当时是很临时的一个试驾，然后我也没有怎么去真正介绍那个车。然后其实我想到要去介绍那个车的时候，我的朋友又卖掉那个车了哦，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非常荣幸的来一辆 Honda Civic Type R FD2。这个影片呢是非常感谢车主 KC， 可是他比较害羞，他不愿意上镜，因为这辆车是要售卖。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 PM 一下 KC 啦，然后去看这辆车啦。那这个影片呢会带你们去 walk around review， 再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把它带上云顶试驾的啦。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走，看车。
我身前面这辆是一个2008年的 Honda Civic Type R， 代号为 FD2。如果是10年的，它做了一个小改款啊，你会看到它的后尾灯就四方的啊。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圆灯的，这个会更加的经典。在我买1K之前，其实我有想过买 FD2R， 可是因为 FD2R 呢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驾出去呢会给人家一度怀疑你是不是原装的 FD2R， 是不是 convert 的。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啊 ，convert 的话，它很少人会花这个本钱去为了改这个外观。你会看到 convert 的呢，通常它的这个 bumper 呢都不 fit 的，要么就不是用 PP 的 bumper， 不是原装的，所以有波浪形的；要么就是它的这个 fitting 不美，尤其是在后面这里，因为如果你想要 convert FD2R 的话，它后面这个 bumper 原装 FD2R 的 bumper 是不 fit 的，所以就造成了会有那个 gap 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外观，第一个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很大可能就是 FD2R。而第二个可能呢，就是 FD2R 呢后面是没有这个钥匙孔的。对，很多人可能做气的时候呢可以补掉，没有错。所以 Type R 没有左匙孔。FD2R 的 side mirror 也是偏蓝色的。改外观的话，也是要改它的 side mirror。FD2R 的 signal 是在这边的。那当年的普通家用 Civic 来 1.8 就是在这边，2.0就是在这边。所以很多人就买1.8改 Civic Type R 的外观。第三个呢，我就会看包鱼了。FD2R 的包鱼是来自于 Brembo 的4活塞刹车卡钳，可是这个也是可以改装上去的。但是最主要我要看的最后一个东西，它是不是原装 FD2R 它的引擎盖。你们注意看这个引擎盖是不是有多了2条切线在左右边的？如果是普通家用版的 Civic FD 是平的，所以如果你单单要买这个引擎盖的话呢 ，Half Guard 都要2000块左右，所以很少人去舍得买这个原装的放下去，为了做外观。所以通常是买什么 Carbon Fiber 1000多2000块都有了吗？如果我今天是驾到原装 FD2R， 我是不会去改这个引擎盖，因为我为了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的是原装。在我身前面这辆 FD2R 呢，它是一个原装的，没有什么大改啦。这辆车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呢，也不用担心什么，然后也没有下过车帮。这辆车最多就是拿来去一下多 G 这样子啦。我上个礼拜跟这辆车去了滴滴工，这是这辆车的钥匙，跟普通的 Civic 是几乎一样的，只是除了这个红标啊，所以它是没有无钥匙进入啊，也没有无钥匙启动的。所以如果想要打开车尾箱的话哦，它没有一个 button 在后面的哦。普通的 FD 还有一个可以插钥匙的孔，这个没有，所以你要按这个 button。OK， 原装的尾翼哦，这个尾箱空间一点都不小。这辆车因为它是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所以它的操控是的确不错的。可是就是因为悬挂的关系啊，所以它这里凸起也蛮明显的，尾箱空间会占了一点啦。你会看到这里后面有一个bar，我记得普通的 FD 也是有的，日常生活用我觉得没有问题啦。载家人啊，又可以载一些行李啊，除了还有点跳之外啦。这辆车的价钱还蛮保值的，还有2个卖点啊。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最后一辆从日本生产的一个 Civic Type R 啊，第二个就是它是最后一个自然吸气的 Civic Type R， 所以蛮值得收藏的哈。它的 handling 啊，讲真的比 DC5 来的更好，所以这辆车值得收藏。所以 KC 呢为这辆车升级了一个 TN 的 Flex Z 的 adjustable， 大概一根手指塞得进，换了一个17寸的轮圈1128N 或者 SL 哦，它的设计看得很大力，我还以为这辆车是18寸呢，所以轮胎是配着235/40R17的一个 Dunlop Direza Z3， 所以后面235，前面就245/40R17， 也是 Dunlop 的 Direza Z3， 然后一个原装的4活塞刹车卡钳哦，你用 Endless 的 brake pad 哦，一根手指塞得进，这辆车真的 fit 美美啊。简单来说，原装的 FD2R 就是看得平平美美、干干净净的。OK， 那里面的内饰呢就是黑红配搭的，据说本地版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日本版的话是全黑的啦，但是我个人会更喜欢全黑，这个红色就更加的运动。那坐在后面其实是蛮舒服的，它的椅垫啊是蛮柔软、蛮舒服的，头部又可以靠着，那我的头部空间大概是在一个拳头，由于要方便上下啦，把椅子推来后面一点点，所以我的几乎是没有腿部空间的。那后面这里是几乎平的，也没有中央扶手啦，普通家用版是有的。如果你要普通的 Civic Convert 整个内饰的话呢，至少10多20千哦，不是便宜。因为普通家用的 Civic 呢，它是没有全黑的这个饰板啊、plastic 啊。当然你可以拿普通的去喷黑色啦，可是不久就脱漆就不好看了。那很多人问我，如果要把一个普通的 Civic 啊，我花一点本钱 convert 整辆外观跟引擎内饰，需要多少钱？大概是80千左右啦。因为单单那个引擎呢，现在的市价哦，引擎跟变速箱都要大概50千、60千了。Half Guard， 如果叫这台车去洗车啊，我建议各位就是要先交代一下那个洗车店，这个车没有无钥匙启动，它必须要插钥匙的啊。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插了钥匙，拼命转到那个壳爆掉了，不能要踩刹离合器。这具 K20A 啊，自然吸气，这个冷气，升级了一套 Android 舱机，这是一个6速的手动挡。OK， 通常的 Type R 是没有走的情况下，这是推不到5号档的。6号档是可以，连 R 也是可以。你会听到这辆车有一个微微的 notching。OK，
所以这辆车换了一个 Ogura 的 Super Single Clutch， 这踩下去呢不会很硬，跟原装一样。这辆车的方向盘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这里还有一个 Type R number， 背夹呢是非常有心思的哦。我跟你说，现在的车是很难看得到的，现在的 FC、FE 啊 ，No， 可以调整前后的手扶。这个原装米特都炒到整3000多4000块了。还有一个 iVTEC 的 logo， 只要你的 VTEC 一开了之后，它就会亮灯，亮到它红线为止。原装的 FD2R 呢，这里就有一个水温表。普通的 CV 可以改红色的那个底罢了嘛，可是那个 iVTEC 的灯能不能用？有没有这个原装的水温表在这边？没有的。还有一个 DeFi， 这一代的 CVT 啊，风轻式踏板。我最爱打开头灯，打开方向灯。那这具引擎代号为 K20A 的一具2.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高转引擎啊，原厂数据可以产生225匹马力，还有215个牛顿米，在6100转的时候爆发最高扭矩。所以 VTEC 是6000转开的，原装来说。顺便给你们知道一下，如果你们今天买 Half Cut 啊，它有很多副 K20A 的，有 DC5 啦、EP3 啦、CL7 啦，最后一代是 FD2 啊。第一个就是要辨认这个 plastic cover， 它的 iVTEC 是刻上去的，不是粘上去的。而第二个，你们往里面，它有一排字，如果写的 Honda 不了的，那个就是其他的，只有 FD2R 的写着 Honda Motorsport Ltd。这副引擎也有放在后期的 FN2R 日本版本，全球应该只有200辆左右的。车主改了一个 JS Racing 的 intake， 整条排并也是原装的，换了一个 muffler 是 JS Racing 的，还有就是 Honda 的 Flash Pro。所以这辆车的现在 on wheel 的马力数据是215匹马力，210个牛顿米左右啦，马力跟扭力是很平均。那这辆车的头灯呢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来自于 Xenon 的一个 reflector 头灯。如果是晚上看的话，它有带一点白灯这样子，蓝白色的。所以当年的 Honda Accord 也是用着这一个。OK， 那我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Accord 冷到24度吧？是啊。哇，这个 clutch 一换了，很明显跟原装不一样哈，爽一点。那时候我驾的那辆上云顶其实是原装 clutch 啊，所以它就很容易驾，讲真的，它真的很容易操控。可能我驾的可能我的 EK 太不适合 daily drive 了，讲真的。OK， 那这个 K20A 啦，其实在这个 VTEC 里面哦，它是一个非常 refine 非常的后期的哈，所以哦，它不会像我们 B Series 是不是没有改过的话哦，原厂的情况下，低转的时候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力的哦，也必须要等到 VTEC 在6000转开，可是我们通常是tune到5500啦，1500就开 VTEC 的时候，你才 feel 到那个力来，而且力来了之后呢，要大概7000转你才可以 feel 到它的最高扭力峰值。OK， 它是 K20A 呢，就这一具的 iVTEC 啊，它不是跟普通的 iVTEC 一样啊，它这个是 Type R 的 iVTEC， 所以它就解决了低转的时候没有力的这个状况，所以它会简单来说，它会开2次的 tech 啦，在可能4000转的时候来一下，然后6000转原装的时候再来开一次哈，所以 KC 你 tune 过在5000转就开 VTEC 好对吧？对，5000就开了，所以是比较扭力来的早啦。所以这辆车是打97罢了啦。对，啊，当然这种高转的车还是不要打95比较好，97 is the best。那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手刹我很喜欢的。当年的 FD 一出来的时候啊，它整个内饰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它除了这个双层的仪表看了很吸引人之外，它就是这个手刹 L 字形的手刹会节省一些空间。基本上要修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了，好像是原装更 common 的东西了。这个不是原装的，所以水表有点吓人。油表有点吓人，但是 OK 了，有点吓人，有点吓人不了，但是 OK 了。FD2R 其实当时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价钱哦，大概去到8000都有哦。MCO 之后，最近的人潮都是在玩JDM 比较多，所以我觉得 JDM 呢，你买回去哦，它不会说会像几年过后亏到很够力那种。你买一个新车的 BMW 一落地就亏个3万块，那这JDM 不是哦，你可能不赚钱，可是至少你卖出去之后啊，那个价钱是不会你买车回来亏啊，你只是需要养车罢了，不会亏到很够力。有赚啊，不要赚了完。如果是你当时 MCO 那个时间，你收一个60-70千，你就开心了咯，这辆车。开心啊，那时候时间可以回去吗？当时的97还是很便宜的咯，块多钱，不到2块。OK， 那这样子你打97的话，通常是打多少liter打满啊？没有所谓的打满啊，平时没有油的话就打一个70-80块，就3/4了咯。哦，
因为我很少加的哦，都是 weekend car 啦，这个，weekend 也没有，有时候 weekend 也没有加出来啊，爽才加罢了，所以我接手过后，我才自己跑了一个7000，最多是7000 km 罢了，以前已经是2年多3年前了。换了这个 clutch 之后啊，那个结合度要抓一点，要抓到它舒服那一点啊，很舒服哦，这个避震器天的 Flexi， 哇，我真的很想试一下原装 FD2R 是什么样子的那个避震哦。如果你们这里有一个老板是有加 FD2R 原装到完，连那个避震器都保持原装的话，可以联络我一下嘛。我想体验一下坐在你车上面，你载我就好。我真是想体验一下他们讲吃饱了会吐出来这种感觉，跳到阿嬷都不认得，真的，我真听到都觉得有一点恐，我就听到都有一点好奇啊。可是这个换了这个避震之后，很舒服嘞。OK， 它是可能比我们普通 Civic 跳一点，可是就还是带舒服的这种避震器。可是如果我之前驾过那个 Convert 的 FD 啊 ，K24了的啦，也有230多匹啊，那辆有派了6级啊。从它 Auto K24的时候，它改 Type R Cam 啊什么，都在 Convert 到Manual，整辆车都是几乎啊fully Type R 了的。他最近也换了一个原装的 FD2R 的meter，这辆车就完美。可是如果你问我，普通的 FD 改出来 Convert 了之后，再跟原装的 FD 加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你会明显很大差距，就是你会感觉到原装的 FD2R 的车身明显会硬很多。它的车，即使你的普通 Civic 啊，你把那个避震器调得再硬的话，你也感觉不出来那个车身的硬度，所以很大分别的。你会感觉到 FD2R 哦，前后都是哇，就是硬的那个车身，它点焊也多了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跟普通的 FD 的分别啦。再来第二点，如果我在马路上看到一般上那个样子是 FD2R 的话，我会注意看它的车子是不是在跳。如果是在跳一下啊，那个就是FD2R 了。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大概是3100转了差不多。OK， 我的 EK9 也是这样哦，所以这辆车的这个 Final 是跟 DC5 有点不一样。DC5 是没有错的话是4.7，FD2R 是5.1。OK， 所以它的这个 ratio 更加的好。它跟 FK8 最大的分别就是你操控它，不是它操控你。这辆车是你操控它，完全是你操控它，就看你的技术怎么去玩了。所以这辆车是很 raw 的一辆车。对。当年这个车啊，其实 Honda 已经有那个电子的方向盘了的，可是它就是可能那个年代科技还不是很熟，不是很好，所以它就不要用这个电子的方向盘，它就用这个 hydraulic 液压助力，所以整个驾起来的感觉就是重第一个。OK， 那当年的普通 Civic 呢，1.8也是 hydraulic 的，2.0也是电子了的。所以它的驾起来两者的分别大，可是 FD2R 哦，你感觉到，怎么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怎么可以这么敏感？我不需要摆动太多，那摆动那个幅度那一点点就好。这辆车没有什么 Sport Mode， 我的 Sport Mode 就是我的头脑跟我的手，那我们就把 AC 关掉。我们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哈。哎呀，风景是踏板，要习惯一下那个脚。这辆车如果再潮一点就好了，我要刚刚好就好了嘛。OK。Launch field。那个 gear ratio。Good man。我要给你们听一下那个 V-Texan 哦，5000转来着。我猜，听一下有没有爆带的声音？哇！镜头上的你们不懂有没有听到这个开 V 带的声？希望你们听得到啊。哦 ，damn！What the？What the？直接过来，signal 是打完的
是啊，打新的就是打完了。对。我想要再听多一次 VTEC 开的声音。对。跟你说哦，其实爆 deck 的声音啦，最明显是还是 B series 啊，比较爆。可是，在这个 K20上面，你还可以 feel 到那个开 deck 的声音的。这样子也配上这个 Heliger 的 LSD 啊，原装的哦，没有改过 LSD 哦。没有改过。所以它就你在比较有减少推头的一个状况啦。其实 FD2R 呢是在这么多4门的前驱车里面，它的操控是最好的一个了。你看到很多储物龟式啊，他们那个 best motoring 啊 ，FD2R 其实它的整个在圈速里面是蛮出色的。它甚至哦，你可以跑快过 DC5 那些没有问题的嘞，真的是很 best 的这辆车。所以我可以想象中，如果这辆车改大声一点 exhaust， 走 highway 可能也要去远路的话，你可以 feel 到那个声音是多么大声。因为你看哦，140 km/h 我都大概4500转了。再跑上去的话，所以这样子的 ratio 不会很长，都是 short ratio。如果你跑到大概8500转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时速都大概260多了的。所以这辆车的 meter 有一个特点，它的数字呢是卡在263，以后它就不会再显示你跑多快啊。如果你换了 K24， 你换了long ratio， 你跑到300你都看不到，因为它卡在那边了。跟你说，你买回去哦，也会很热血，怎么呢？因为它的那个高转就是不一样，看啊。VTEC on， 这种 VTEC 的魅力哦，现在的德国车给不到。跟你讲，它的 ratio 真的是很美耶，它接到很美，我很喜欢Honda的这个 ratio， 因为每一粒换压下去的那个声音哦是刚刚好，转速也刚刚好，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加速蛮这么平顺这么快？现在很多德国车啦，就是会跟你讲啊，哎呀你不够我德国来的啦，现在什么时代了还玩什么 VTEC 玩什么 NA？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爱车人士，你爱玩车。你去动一下 VTEC， 我相信你都会中毒哦，因为它的那个窒息高转给到你的感觉就是德国车给不到。第二点就是，你跟我说德国车有几块安装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下10磅哦，你看你过3000过后你能不能继续？我们如果去小路的话，德国车都追不到我们了。对，我们可以一直 keep 着高转嘛，然后出弯我们可以直接补油嘛。对，德国车不能，因为boost 来着又扭力要太大哦。你又不能给它这样多力哦。第二点就是，通常你在那个滴滴公那种急弯的时候哦，你的 boost 一来到不了，可是你要过弯了，你要踩 brake， 所以你打马力大其实不是一个重点，也不是一个优点。走直线是你的优势没有错，可是我们这种玩山路啊、10磅啊，第一个就是操控，第二个就是力 respond 了这个所以这种 K20A 哦，你跑10圈10磅都不需要休息的。我可以跟你讲厉害的点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K20A 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原装的 radiator 不够去 support 它。通常如果你这样上一下云顶这样子哦，通常油温都会上一点的。这辆车有换过吗？那个 radiator 没有哦，也是没有原装。没有。哦，来，因为之前我加过一个 CL7 的 engine， 放在 aircon 上面，就水温会上哎。这个收发我加过几次都 OK 啦，没有事情。也是拉车上了，这样车我发现它是车骨硬啊，现在车夹是硬的，可是它的悬吊不是很硬，很 OK。就是调到偏舒服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OK， 那我们就试一下120过这个弯，所以我通常普通车我也是用120来过啦，感觉一下它的那个操控。这样车你会感觉到侧倾是有一点的。实际上怎么说呢？它不是叫侧倾啦，是把那个重量抛在一边。这辆车是1270公斤左右 ，OK， 它肯定是比 EK 已经重很多，可是它的这个 handling 可以哦。它的方向盘也是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敏感。你看我摆动那一点嘛，
所以大概是1圈不到2圈啊，这辆车都可以摆完那个方向盘了。可能一开始你会驾不惯啊，诶，怎么这个方向盘这么敏感？听一下那个声音。Damn, the sound is good. 没有通病啊，这样子哦。没有通病啊。我只能说它的通病是可能你改过还是怎样，它的原装的 radiator 不够，然后要加一个 oil cooler 这样子吧，换 radiator oil cooler 搞定，再战这个10年没有问题。对，我觉得这辆车的马力已经很够了啦，不需要追求太大马力啊。我觉得也不用换 K24啊，K20很够啊。因为 K24毕竟它的 block 不是太大了，不耐用啊，不耐用，也不耐高转，你拉不到像这辆车可以开到9000转，不能啊。再大的马力也没有什么用了，我觉得刚刚好啊。也有人讲换了 K24之后，那个车头偏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 K20A 也是可以改啊。老铁们都知道我们来到云顶山脚，下一集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上云霄了。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啦。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冲上云霄 FT2 啊，我希望 FT2 啊的影片可以再爆啊，因为之前采纳没有跑完全山的 view 都已经130多千的 view， 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了哈，谢谢 KC， 谢谢你，谢谢，下个影片再见，上山了，转爆对，很多汽车店转爆那个锁匙哦，够力。Alright， 哇，那个声音关门呢非常的 good， 很小的声音，刚刚好 solid。下一集的 FT2 啊，冲上云霄。还不快点个 like， 会员福利到了啊！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拜拜。